收看关键时刻，今天全球吓疯了，因为难道川普大帝要生气了？他要对委内瑞拉来开战了吗？这不是我们说，这是今天大家最关注。为什么？因为是美国的记者他特别报这件新闻，他说晚上9点钟的时候，川普会向全国发表讲话，要对委内瑞拉开战，所以这不是空穴来风。事情出来之后，全国相当的关注，尤其是谁？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会吓死了。大哥，你来真的吗？他第一时间怎么办？他不是打给川普，而是打给中国，他打给了王毅，他请他的外交部的官员打去，救救我。帮帮我，我应该怎么办？结果没想到的是，中国给他的回应是什么？那你们我们尊重各国的主权。简单来讲，不就是要你自生自灭吗？所以今天路透他特别报道这件事情，他用这个标题，他说，在美国封锁委内瑞拉之际，中国公开支持委内瑞拉，但是你没有做出任何的援助承诺。好，但问题点是，你已经在国际场上看透了中国后，那川普到底要不要打？答案是没有要打，所以川普可厉害，等于是他根本是演了一场戏。他的确有去跟大家讲说，我的确有开一个记者会，我讲了20分钟，但他也没有反驳这个记者说的话。但同一时间，他让中国完完全全曝光了出来，他在国际上面对这些盟友承诺，完完全全全都是假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让其他国家人看得一清二楚。我要表态了，如果我今天没有表态，下一个倒霉蛋，下一个衰鬼，可能就是我了。所以是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局势，当今天川普对委内瑞拉越硬，习近平他越惨，对，他在国际上越被看破手脚，同时其他国家也看懂风到底往哪里走，风到底往哪里转，现在通通都往美国这边。完全都站队了，对，没错。我们那事实上，中国跟美国在国际上对抗嘛，那我们也知道说委内瑞拉后面的老大是谁？是中国嘛，对不对？那现在呢，这个川普也不演了，他决定要开始开揍这个委内瑞拉，所以呢，他这几天演了一出戏。我们来看他怎么演呢？一开始他先认定委内瑞拉政权是外国恐怖组织，他实施的全面封锁。好，然后这个命令颁下来，出头上面讲没多久，他就说，我准备了在美国的17号晚上，我要发表一个演讲，一个演说，大家就吓傻，你宣布他为这个所谓外国的恐怖组织之后，你要演讲，那要干什么？因为事实上，在过去的这个例子里面，美国总统很少在年末演讲啊。年末演讲的时候，都是什么有重大事件，譬如说当时的这个奥巴马狙击这个宾拉登，他就一个重大演讲，所以很多人都吓傻。然后当时又有一个美国的记者说：“没有错，我跟你讲啊，川普就是决定要对这个委内瑞拉要动手了，要开战了。”所以他讲成这样之后，大家吓傻。所以呢，第一个时间点里面，各国纷纷表态。巴西马上在因为巴西的这个跟委内瑞拉有接壤嘛，他马上在边境又部署了部队。那为什么部署部队？他不是要帮委内瑞拉，他是怕美国动手之后，那个难民会跑到巴西来啊，所以他已经成兵了。你卖来哦。然后厄瓜多，他旁边的国家，他议会通过什么协助逮捕马杜罗？他直接讲马杜罗，你们需要帮忙的话，对，你们要帮忙逮，我来帮忙。你们不要打我，跑到厄瓜多，我会抓他。然后另外一个玻利维亚的外交部长，他直接说什么？委内瑞拉，我跟你讲，你现在已经要开始思考后马杜罗的时代了。所以呢，周边盟友都闻到，听说这个今晚川普就要揍了，那赶快就表态。我卡了一支饼哦，川老大。那另外马杜罗他当然也知道啊，完蛋了，他赶快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真正的老大哥，给中国说，这个习老大或者说王毅这个部长啊，我需要你们的帮忙。就没想到，你看路透社说，在美国封锁委内瑞拉之际，中国公开支持委内瑞拉，但是没有做任何的援助，就是后来我赶紧急口头支持，但是行动上面我没有做任何行动，好坏哦。所以看起来的话，马杜罗已经面临到众叛亲离的一个局面啦。松哥，今天这一场戏真的是全球连我们2个都觉得太夸张了。尤其这个记者说什么？对，当时也讲说，当川普要开记者会的时候，他就直接讲非常白。他要发布战争了。对，好，为什么这个记者他这个所谓 Tucker Carlson 他讲出来，大家会吓傻呢？因为很简单，
照如果你要问美国呢，最支持川普的一个记者，而且最右派、最具影响力的，就是他跟对他以前在福斯，然后后来离开之后，自己在这个开平台 podcast， 所以他等于是说，如果你问全美国人呢，哪一个跟川普交情最好的，就是他，对，就是他 Tucker Carlson， 就是他，然后他又是最右派，他是右派大家最认识的一个记者。好，那他直接就说，他说，我跟你讲了哦，这个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美东时间晚上9点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对委内瑞拉开战嘛。那刚好川普也定了这个时间啊，所以呢所以我就跟你讲，他是昨天美国的17号晚上，是今天早上台湾时间10点。你知道美国有这个数百万、350万人在电视机荧幕前面看，我相信委内瑞拉啦，什么厄瓜多、巴西各国都在看，所以收视率还飙起来，甚至连中国都要仔细来看，说，到那边攻陷密就没想，如果你仔细看这个今天的记者会，他语速特别快，他就一开始就开始讲，跟他以往都不一样。好，所以第二个是什么？他居然照稿念，把你他完全程照稿。他今天比较少的那种所谓临时，他有时候对演讲有时候会 Q， 这个 Jason 你觉得怎么样？他会插出去。对，今天完全都没有，完全没有拖稿，对，完全都没有拖稿演出，然后就讲，然后大家一直听，原本大家都一直听，你什么时候要对这个委内瑞拉开战？就没想到他一直在讲啊。我们美国今年怎么样啊？然后 CPI 通膨怎么样？然后每个人薪水怎么样？然后我对这个战士每个兵要发多少钱？1776块美金。然后这个明年你们要减税什么的，讲一大堆。你们要开战？没有开战，就他讲完，念完他所有政绩之后就再见了。美国的真人秀节目《幸存者》最后一集，对，是我收视最高的时候，是结局谁都想看吧？我们都觉得川普要干大事，我把20分钟让给你，是啊，结果你也弄我，是啊，我也被骗了。我觉得这都是演好的戏，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公司来说的话，他可能也觉得说，我要给川普一个 favor 嘛，对，所以就让他表演一下，就没想讲20分钟，你就讲细数你的政绩就结束了。好，所以这个等于是什么？等于是他这一次演了一出戏，他先叫这个 Tucker Carlson， 你说，我要打了。那大家都相信嘛，对，大家都相信嘛，对，然后紧接下来就这样演了一出戏，所以他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呢？他就要逼出你中国会不会支持这个所谓马杜洛嘛？好，那我们就讲，因为他要打啦，赵尔，他 Carson 说他要打啦，那你觉得马杜洛会怎么办？我吓死了，赶快打电话！你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里面来说，你看。王毅同委内瑞拉外长希尔通电话了吧？通电话，要打了吧？对，然后还有中国，王毅就说，中国反对一切单边的霸凌行为，支持各国捍卫自身主权还有民族尊严，相信国际社会理解，还有支持委内瑞拉维护自身在这个自身权益的立场。好，那说好的这个支持呢？没有，他就说我台历尊重了，好，你自己看着办，就这样的意思啦，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说。所以路透才会说啊，委内瑞拉被封锁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做任何援助啊。那你知道吗？事实上，委内瑞拉还把很多原油卖给这个中国。你看它的这个原油大概占中国进口的4%，对，每天要出货60万桶。你看60万桶，我们简单乘以50，然后你看每一天他就帮马杜罗赚了多少钱？就没想到他都没有说这个王毅也没有说是美国，他没有说美国，他完全没有讲美国或是川普。然后这个王毅也没有说中国我们会怎么帮你，都没有。这边怎么支持各国捍卫自身主权？是你要派舰艇的，你要给他武器呢，还是要金援呢？都没有，下面都没。对啊，你看他说什么？他说中方反对一切单兵霸凌，你连美国都不敢讲。对，所以就这样啊。我如果没有讲到美国，我没讲到这个川普，都没有讲到就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所以我就讲那俄罗斯呢？俄罗斯也打了电话，俄罗斯普丁就说，我上礼拜已经打给马杜洛啦，他说我重申了我对马杜洛政府的支持，然后这个面对日益增长的外部势力，马杜洛政府只在保护国家的利益还有主权，我想讲空话，讲你表现得很好，我也支持你，就这样，没有任何的作为啊。那好，马上没多久之后呢？这个人家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嘛，说那你这个你要怎么做啊？怎么做这些事情啊？然后他就说，我又重申了这个王毅的评论，没有多说。然后另外就说，那我们要求在这个委内瑞拉要求说，我们要开这个联合国的安理会，对，要开会，就没想到赵文啊，安理会有开得成吗？不可能，因为美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要否决，所以没有用。所以等于现在所有的作为都不好，所以没有招了。所以马杜洛现在怎么办？他也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你看。
两个大哥中国，你看着办，我们反对这个单边霸凌行为。那普丁说我们支持你，都没有作为啊。所以现在马杜罗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什么？规模80亿美金的这个委内瑞拉这个石油黑市骤然的走向关闭。为什么？因为原本有很多黑船啊。那因为现在川普就说，你只要进入委内瑞拉，我给你关，我给你，我们俩上次他不是扣留一艘，我们要么是扣，要么是登船，处理你，把你把油卸走嘛，就这样嘛。好，他就说，如果一艘油轮抵抗美国的隔离要求的话，就像海军陆战队、海军突击队还有海岸巡防队就登陆那一艘船一样的，就这样登陆。所以你说油轮有可能会抵抗吗？谁敢啊？海陆对海豹部队。海岸警卫队，我只要一不小心我就GG了，对，就被起屁了。就上次我们看到这个联合登舰的事情嘛，哈，那你敢吗？对，登那个船长，你敢吗？不敢嘛，所以大家都是这样，哈，所以现在出现一个状况，美国已经放话，我要封锁委内瑞拉，说他发现到有30艘受制裁的船只了，原本要往委内瑞拉附近，他说其中有一台叫做赫伯龙号，对，他原本要往这个何塞港去，就在17号，就是川普说要这个开始制裁之后，他们就开始大转向90度，然后开始北离来离开，冰酸啊！对我怕被他打，快跑了，对不对？好，另外还有什么？你看因为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目前为止有没有油轮能够进来？有什么雪佛龙？照你这样，美国的这个雪佛龙这个大厂，它在委内瑞拉里面有石油，对，所以有石油来说，它是唯一能够进出的。就是说，它现在美军呢，这是1美国的准嘛？你挂美国旗，雪佛龙贵。过，也就是说，目前为止，其实呢，委内瑞拉还有把石油卖到美国去，所以说过，因为美国需要油啊，唯一可以卖的只有美国，就是美国，只有美国在我家门外要打我，对就是这样，因为雪佛龙是我们美国企业啊，这当然是这样子啊，我要保护我美国的资产，过好，其他都不能过，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嘛，哈，那你知道事实上这个。美国南方司令还发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他从9月初展开的南方之矛的行动来说，美军已经有对船只发动26次攻击，累计造成了99个人丧生。他玩真的，你出来我敢炸。对啊，所以为什么这个船这个赫伯龙会赶快90度转弯就走了？对，因为他也很怕被人家打嘛，所以我就说现在是玩真的，现在各国的这个军舰，美国军舰都完全堵在你委内瑞拉门口，你根本跑都不用跑。好。那我们有讲，那除了这个军舰在这个地方之外来说，美国现在真的已经把这个为什么大家会说要打了？因为美国把这种大杀器都派到这个前线来了嘛，他们有 KC-135的加油机来到这个地方。对，那么 KC-135要做什么呢？KC-135就中途加油嘛。那中途加油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准备有更多的飞机飞过去嘛，特别是说这个可能有非常多的这个战斗机抵达，然后我要往去轰炸这个委内瑞拉的时候，我用空中加油机这样加油，帮它可以返航嘛。所以看起来，的确是已经来了。你看，美国的军舰也来到波多黎各啊，对不对？然后还有 F-15B 在波多黎各机场起飞，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委内瑞拉在这边，对，他在这边。那你看，美国现在在就是在这个波多黎各的罗斯福路的海军基地，你看已经有船只 ES-8G， 然后 F-35都来了，然后这个所谓的美国军舰都抵达，然后多米尼加不是也把他的机场开放给这个美国用吗？所以看起来，已经大军都来了，真的是兵临城下。对啊，所以才会为什么他可一说的时候，大家都相信，那真的要打了嘛？好，那我跟他讲，那委内瑞拉怎么办？委内瑞拉现在当然也只能够好，你要拦我的船，是不是？他就说 OK， 我们也开始，我们就说我们决定守护我们的船。他们很凶委内瑞拉怎么样？海军护航，对，没错，你有种你炸。对，他就说有一艘船载有尿素、石油胶，还有这个其他石油产品，要往亚洲市场，我们。国家的船没关系，你就出去，我们委内瑞拉海军帮你好，所以他们就开始这样。你看委内瑞拉石油公司说什么？我们继续向全球出口石油啊，我们不管你啊，继续出口。对，他说我们有自由航行权，所以我们根本不管你。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旗下所有船只都出去。好，那当然啦，嘴巴讲得很硬啦，但是问题是你真的行吗？东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什么？委内瑞拉说什么？我要护航。对，结果我看到这张照片。是用这种舰来护航吗？对，没错。那事实上，委内瑞拉现在到底有什么舰可以用？我刚才不是说吗？他们的舰艇可能会跟别人相撞之外，大家看到这个，我就说嘛，如果你是要被他护航的这个被委内瑞拉海军护航的，你看到这个船你也傻眼吧？我都有这个动力系统，很复古呢。对呀，它还是用风帆驱动的，很浪漫呢。还有这个委内瑞拉的国旗这个真的能够用吗？所以大家就说，其实这个是他们的training的 sailboat， 就是说他们训练的船只啊。可问题是，如果你看到开出来守护你的是这个船的时候，
跟老美的这个船坚炮利的那种，包括说什么伯克级的巡洋舰啊，还有他们的这个所他们的航空母舰，你能打吗？这个只要一被插到，啪就翻了。对，我跟他讲了，这些海军保护你的时候，你可能不保护还好，你保护很危险啊！为什么很危险？你知道，事实上在2020年的3月30号发生一件事，当时委内瑞拉的这个他们的海岸的巡逻艇的这个奈瓜塔号，对，就没想到他要遇到一台这个坚一号，那坚一号是个游轮，它是个游轮，是个游玩的游轮，不是卖油，是游玩的游轮。对，就没想到委内瑞拉就说啊，你这个里面我们怀疑你有什么在占域不良的东西，再把它扣回到委内瑞拉的军港里面去，何塞港里面去。就他就跟着他进去，就正好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这个所谓的奈瓜塔号居然撞到那个游轮，然后那个游轮就赶快就跟他说，我们现在被撞了。那因为游轮比较大嘛。那这个所谓的这个奈瓜塔号比较小嘛，所以撞了之后反而是他们自己船沉的。然后你要去抓人家，你要去弄人家，结果你的船沉了。是，然后这个坚一号我们没有任何事。对。然后后来事后的时候，人家说，那怎么会发生这样？他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说他的航向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改变，而且你当时是怎么样？你还对人家去开枪？对啊，你对一个人家在度假、在旅游的，你开枪，然后你还去撞人家，撞人家之后你沉了。对啊，很嚣张，我要把你扣下来，你跟我走。结果没想到他们开居然自己撞到，然后撞到之后他沉了，然后人家游轮完全没事，然后后来游轮还赶快打电话说，要不要帮忙？就没有来就好，这就是这样。好，那我跟他讲，委内瑞拉现在怎么做呢？第一个，他们不是说要出去吗？好，就出去问题是，问题是他雷达现在被干扰，所以呢，现在发生非常有意思哦。这是委内瑞拉国防部部长。就国防部长他在看，你看他在看这个委内瑞拉空中的飞机，他有一个大荧幕投射，对不对？对。就投射的时候，赵尔人家发现到什么？他不是用他们委内瑞拉的国防的雷达，他用的是 Fighter Trader 的24的这个监控。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瑞典的软体公司，他就可以监控那些所谓飞机飞行，就是这样。他用瑞典民间的这个雷达，他们自己军方的雷达没有啊！我就说，因为现在可能搞不好都被美国干扰了嘛。好，就你看这个 Fighter Trader 的这个老板就说，Hello， 这个 Vladimir 这个大就部长大你，如果你觉得委内瑞拉境内的这个讯号覆盖率还要加强的话，欢迎来申请我们的免费接收器哦，还亏他，你知道？哇塞！所以我就说，委内瑞拉目前为止根本也没有东西可以跟老美抵抗啊。那我就想，那现在怎么办？诉诸民族主义。你看这是什么人？这是委内瑞拉海军呢，他们就说，我们要号召所有的拍个影片，我们号召所有委内瑞拉爱国之士，我们要组成我们的团队，我们来为祖国而战。所以你看，他们现在也在搞这个。你看他愿意，对，就是这样。这个后面这个也愿意，这是摆拍的，是不是？我不知道他们，你看这个也愿意。那问题是他们有战斗力吗？大家都觉得，这个他的肚子也太大了吧？看着有点怪怪的哈。那我好，除了这个之外，我就说马杜罗不是求爷爷告奶奶没人帮嘛，所以他现在使出大绝招。那什么大绝招？他说哥伦比亚，你该出来了吧？好，他觉得哥伦比亚为什么呢？好，事实上他就说，我们呢在1819年还有1831年存在有一个大哥伦比亚。就是当时有这个委内瑞拉跟哥伦比亚两个国家是组成一个叫大哥伦比亚。他说现在是保卫两国免受外国侵略的唯一途径啦。他把哥伦比亚拖下水。哥伦比亚不是傻子，他怎么会这样子啊？对，所以不理他。好，那我跟他讲，因为前一阵子不是这个智利总统也选出了一个新的这个右派，所以他根本就不会理你嘛。对，玻利维亚总统也是，然后包括说萨尔瓦多的总统，还有这个阿根廷总统米雷伊，所以现在整个中南美洲大家都完全不理你。我刚才不是讲吗？巴西现在在边境呢，把它阻绝起来，不让你进来的一个状况。然后包括说，你看厄瓜多说我们要采取行动抓你，然后这个玻利维亚就说，我们也决定了是要这个，你要好好想想后马杜罗时代怎么办。所以我跟你说，目前为止已经没有人站在马杜罗这边。我觉得啦，下一次如果川普又决定要临时演说的时候呢，那大概是有大概率真的要对委内瑞拉开战时刻。宇轩，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当今天川普对委内瑞拉越狠的时候，习近平这个地方在国际的声势下面越来越低，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帮忙到你盟友什么。但是什么？不是哦，不是这样的哦。中国说什么？太简战，我来调停最好。为什么？你看到这个画面，这画面是什么？现在这些柬埔寨的人要逃出去，他们要做一件事情，插中国的国旗，战狼眼的。
电影演的，都是真的，你们不会被打的。对啊，这太奇怪了嘛！你泰国跟柬埔寨打战呢，就呢，狼地甲米利的话修，最紧张的人是谁啊？竟然是中国。发布一个新闻的消息，这个时候，我们外交部的亚洲司特使即将呢前往柬埔寨以及泰国穿梭调停，所以这时候就引述《教父》当中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说什么？教父说的哦，记住哈，谁出来调停？谁就是幕后主使？讲白了嘛，这是打到你中国的心头肉啊，打到你心肝宝贝啊，挺团的。哎，为什么？你看哦，泰国根本连理都不理，他不是刚发完这个调停的消息吗？就继续炸，用力炸，又代表什么？炸对人了啊，就是炸你中国。来，各位你看啊，这一个诈骗园区，包括莫贝斯各地哈。开始这样浓烟窜出，甚至你开在路上，发现一大堆民众啊，成群结队的这样啊，持续的跑出来，炸得我们讲的昏天暗地。但这是一个太奇怪的战争了吧？你没有看过一个战争一直在炸园区的啊？哪有这种奇怪的战争？而且黑烟呢，包括我们讲的柬埔寨啊，这个班迭棉吉省这个地方一直烧，一直烧，结果你知道吗？柬埔寨人也在一直烧，超坏的，早上7点。还早餐都还没吃，我还没起床，叫你起床了，起床了啦，开炸了啦，蹦下去，对，然后一路炸，就你知道柬埔寨也跟着烧，它也有火，满腔怒火，它怎么烧你知道吗？烧死飞机，炸到飞机，他把这个是 F-16的模型，这是真的假的？我们前2天已经看到一个这个，竟然还有下降头的，哎，这叫科幻型的巫师。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玩真的，你知道什么玩真的吗？对，电影是真的。过去电影都演战狼哈，我们讲狐狸精，对不对？跟你讲说呢，你如果出国遇到任何危险，就要插着中国国旗5星旗，一直带着中国护照，保你平安。结果呢，一堆真的插着5星旗的人哈，真的有哦，哎，都猜是这样。你知道他们在干嘛吗？他们在逃难。那这我反问你一件事情哦，他们怎么会有5星旗啊？如果他们是柬埔寨人的话，少来啦！就是你们这些中国诈骗集团嘛，甚至有一个人哈，这个中国的不知道诈骗集团还是什么哈，直接把5星旗插在引导处店啦，插在那个房子上面啦。5星旗在上面，你不要打我。对啊，那问题是，我想你就不了解泰国，为什么？泰国就专挑5星旗打，他就知道你中国人在哪里，就打哪里嘛。惨了！而且你看啊，我讲我没有看过有这种难民的，我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是难民的。来，这一台是什么呢？这一台是克里南劳斯莱斯的。2700万 K 崩哎，你知道他在什么吗？乡间小路，然后一堆柬埔寨人在协助他，后面的大排长龙人家车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诈骗集团的首脑要绕跑了嘛，要浪杠了嘛。哎，宇轩，你看这家伙不简单哦，他的车牌对9998，对，对不对？那就绕跑最适合的四个字。9998，快跑啊！就赶快跑。那看后面整个车所有人在等他哦。来，更怪的在这边，怪在哪里呢？泰国军方公布的，打到一半的时候，泰国军方突然跟你公布一个影片。这个影片是什么呢？啊，这是一个泰国的女生啊。那这个女生呢，下面有英文字幕，但是赵和，你猜怎么着？她讲的是中文哦。她讲中国泰国，而不是挑衅者啊。对，是泰国入境的处境呢，是你们使用了非常多的中国制的武器，造成多人死亡，踩到你们地雷和额头。所以呢，对于这个跨国，我们这样需要你们的支持跟爱。讲了老半天，我以为是他跟柬埔寨人讲话，跟中国人讲话。你泰国不是中国人讲中文不是吗？对啊，你泰国在打柬埔寨，然后你跟中国人喊话，各位，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讲的哎这么莫名其妙吗？而且你知道吗？我们刚才不是讲了一件事情，他是不是轰炸那个园区，对不对？对。但赵这件事情我百思不得其解，轰炸园区是不是诈骗集团不能运行？对。就你知道这个是中国的官方叫做国家反诈中心。就你知道吗？这个 app 理论上你进去之后，你要输入你的资料，你就可以协助国家反诈。就是 app 停下来了啊！这 app 停下来了。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就柬埔寨园区被炸的时候，中国的反诈 app 停下来了，所以它只说明一件事情嘛，就网友在讲说，反诈 app 也没耽误人家反诈骗啊。他说现在我反而结了这个 app 就提供身份信息，所以各位，神也是中国，鬼也是中国嘛。你反诈园区就设在柬埔寨里面，看到鬼，而且不要讲说反诈园区了啦。来，这个是柬埔寨的军人哈，来照，他们每个都在 selfie，在自拍哈，哎，好棒哦，我们来训练坦克喽，哎，很酷哦，坦克，然后训练野战哦。但是你仔细观看之后，你会发现柬埔寨这些军人他们在哪里训练？他们在中国训练啊！一地训练都到中国，莫名其妙。你中国的诈骗园区开在柬埔寨，柬埔寨的训练拉到中国去，而且你知道吗？这是泰国公布的哦。他说：“你看，这是柬埔寨的士兵，对啊，这是在现场战场哦，有手电筒啊、行动电源等等。但是下方这个东西哦，你把它放大之后，你会发现不单纯。来，900压缩干粮啊，这是中国解放军在用的。对。”
900压缩干粮，这都中国解放军在吃的。那我请问谢志颖，你觉得一般民间买得到这种东西吗？当然买不到。对啊，所以你知道，我觉得泰国人也是很有幽默感，有够臭酸的。他们那时候是不是歼灭了一堆柬埔寨？他说我获得第5代的反坦克飞弹，我也被我缴获了哦，而且呢这些大量的陆制武器，就你知道柬埔寨泰国跟这个谁喊话，你知道吗？他说那个中国是不是我这边收到你们堆武器啦，但是我没有义务要还给你啊，我留下来自己用啦。对，不是你到底在跟谁打架嘛？真的很奇怪。然后看中国来发布外交部说什么？中国与泰柬双方以往展开了正常的防务合作。中国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与泰柬边境的冲突无关，所以他赶快此地无银300两，说有啦，我跟两边弄个合作啦，所以你俩推掉哦，这绝对跟我没关系啦。但各位，其实我们讲，我们把底牌掀开，这是川普的3支箭。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柬埔寨一直要治疗诈骗的问题，吃中药也是中国来解决。对，不好嘛，基本上3铁药、西药给它吹了，立即见效。对，来，什么叫西药呢？第一个把惩治首富的这个我们讲的财产给都抄了，我们讲的数以百亿计的美金都抄掉。再第二个，泰国开着美国战斗机轰炸柬埔寨诈骗园区来，所以你现在看懂了吧，对不对？但第3个更狠的是什么呢？他说，包括中国的电信跟通联商营运时间这些骚扰电话，我们全面禁止。所以你看这3个真的都有响定哦。来，这是美国轰炸的，在奥斯马奇度假村这个地方他们讲被美国制裁才对，被美国制裁的度假村就被泰国轰炸。然后呢，皇家山度假村呢，这个地方也被美国说是电诈中心 F16轰炸。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指哪里，你给我打哪里。就是美国要弄的地方，我泰国当我的刽子手。对，指那边你就给我打。来，再来，我们刚才是不是讲到说什么叫做中国移动？因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这3大中国电信一直被美国指说你是诈骗的根源，而且你的资料库呢很多有外泄的问题，甚至会呢伤害我们美国的公众利益。结果偏偏中国讲不听嘛，他就讲不听，说好没关系，我就给你14天，你14天之内呢不把这些电话呢给我禁封的话，到时候呢我直接把你喊卡，换言之我就直接给你断头。这是来很糟因为这3个我们讲电信公司对于他们的营运，美国这边来讲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美国你看这是他们的通信委员会，就讲 NCC 就对了啦。他们的主席叫布伦丹卡尔，他说中国把一带一路符合价值内容审查的东西呢，覆盖到世界各个角落。想象看，他们可以给全世界带来的地缘政治杠杆。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柬埔寨背后就是中国，所以我跟你讲，美国现在不只是刚才谈到的委内瑞拉，对于柬埔寨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未来日血也会越来越摊牌，他的目标一步步就是要逼中国表态，中国就范。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今天这一次，川普准备要动杀机的时候，马杜罗怕，他马上请他的外交部的官员打给王毅，大哥救我啊！结果王毅他太坏了，讲一大堆。你还是自己来吧。不对啊，这件事情他这样想，他不在中国，在国际上都没有面子了吗？对，我们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面的，我们讲无奈以及无能力啊。为什么这么讲呢？说真的，假设如果你中国跟川普关系好的话，川普要打委内瑞拉，会不会先知会你一下中国？尊重一下你中国，对不对？我们共同处理国际事务的这些大国，对不对？一起大哥来处理嘛。结果现在不是啊，现在大家都一直盯着川普说你到底会不会打，会不会打？对。结果不要以为结果你像接下来是 Christmas， 就是圣诞节。对。圣诞节会不会发生战争？也有可能发生战争假的。记得当时美国建国的时候，华盛顿就是运用圣诞夜的时候呢，去打那个所谓的当时英国的这个部队。所以其实圣诞节是也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对。所以大家现在全部都紧绷着，就等待川普做最后的下令，什么时候开始打？到底要让马杜罗活过圣诞节的前夕，还是活过圣诞节之后？但是马杜罗现在能找谁？周边国家大家没有人敢跟川普对抗啊，所以每个都躲得远远的啊。那唯一一个就可以就打电话给中国，不是吗？结果中国告诉他说各自安好吧，你就是自己看着办吧。兄弟，好自为之啊。对啊，我就精神上支持你但是实际上来讲，我没办法支持你什么东西。所以呢，代表什么意思？今天中国已经把马杜罗丢包了。要是马杜罗接下来你如果要流亡到中国去中国可能也不欢迎你，你不要来，你去俄罗斯，不要到我这个地方来。所以现在来讲马杜罗他现在就是等着怎么跟川普谈了，怎么谈他的流亡、生命自家安全的这个保障，这样就可以了那问题是什么？从这一件事情看得出，中国在国际事务上面的处理的方法以及他的能耐的确是有限的。最近来讲，刚刚也提到，
柬埔寨跟那个泰国之间的这种边界纠纷啊，然后战争打来打去啊，结果你现在泰国军方在柬埔寨那边占领区收到的很多武器都是中国提供的，你知道吗？而且你知道打到的诈骗集团的这一些园区来讲的话，很多背后老板都是中国人啊，对，很多都是中国的权贵啊，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其实哦，泰国也跟中国不演了，干开了。啊，你今天中国要调解的话，我泰国为什么要听你中国的？还有一件事情更加麻烦的是什么？柬埔寨背后还有一个越南，对，因为越南现在也所有装甲车全部陈兵在边界上啊。怕说整个柬埔寨这样子搞过来以后，趁机来讲的话，会跑到越南难民跑到越南这边来啊。对。那另外来讲，整个东协来讲的话，全部都紧张起来了。那到底中国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如果说你以前泰国军方跟柬埔寨都这么亲中的话，照道理讲应该卖面子给中国才对啊。结果现在呢，这个战事从今年7月一直到现在完全没有办法这个怎么结束掉。对。所以今天来讲，你要谈的不是跟中国去怎么谈？就中国这些背后来讲，都有国际势力的介入的情况之下，你怎么去处理这事情呢？所以我们现在从这几个国际事件看得出来，如果你跟中国来讲的话，保持一定的关系，当然是平常来讲，好来好去是不错。但是中南美洲现在看到一个现象啦，中国你会不会是只是个口惠而不实？你是个渣男的概念而已。渣男？对啊，你当然答应我的一些事情，你都骗我。到最后来讲的话，我到这里这个地方，你马杜罗都守不住。对不对？那你这个马杜罗都保不住的情况下，所有的拉丁美洲的国家怎么会相信你中国的话呢？所以其实我觉得川普他用了一招，他用什么招呢？他就是凌迟马杜罗给大家看，然后我凌迟马杜罗的过程当中，我就凸显出中国的无能。中国你的口惠而不实，所以你其他周边的拉丁美洲国家看着吧，你们的中国背后来讲的话，就是这副魔性。所以最后来讲，你们还是乖乖听我的比较好。所以这是川普的策略。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大家等着他说是不是宣布战事？他宁愿缓一些，因为他要让中国整个在国际事务上露出原形，让大家了解到原来中国只是嘴巴讲一讲而已，实际上不会帮助大家的。慧珍姐，现在川普我们讲他真的是够狠，就算他围而不打全世界，大家都怕。但是这个人也非常坏，坏是什么？我要钱。他今天干了一件事情，他竟然找他旁边的人去找说，那未来如果处理完委内瑞拉之后，战后处理我们要怎么样去分？不要忘了，委内瑞拉之前可是有很多的美国的石油公司进来的，最后是被踢出去。现在说来全部进来。未来这一块大饼，这个石油我们要怎么分的？是我们都知道，之前川普大炸委内瑞拉的船，他们说什么你把毒品都运到我们美国来，残有美国人啊，所以我当然要对毒品宣战。就怎么到现在人家发现，原来你从头到尾所寄望的所觊觎的，竟然是广大的油田啊！我要油田，那是我们美国的。我跟你讲委内瑞拉的油田是全世界蕴藏量应该是数1数2的，但是他们因为自己政府的关系所以变成是整个经济非常的惨，可以说是坐在油田上的一个，有人说是乞丐，比较不好听啊。但不管怎么样，川普眼中看到的是18年前我们的埃克森美孚啊，我们的那个雪佛龙啊，全部都在你们那边投资啊。你们之前的总统这个查韦兹一声令下把它收为国有，我们这些美商受到了庞大的这一些损失啊。18年后的今天，我们要讨回来，特等来。所以现在能源部长莱特就把这一些之前有去投资的这一些美商找来，还甚至叫他们那个委内瑞拉之前的国营的石油公司高管这个罗梅罗出来，大家来讨论什么？有一天委内瑞拉如果对我们投降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如何来处理这个庞大油田的事情？不好意思人家有要跟你投降吗？人家现在还没有跟你，对不对？连仗都还没开始打，他们已经想好了，我们账要怎么去分，是，对不对？哇塞，真的有够凶残的。你看，川普旁边的高级幕僚这个白宫副幕僚长史蒂芬·米勒，他就说什么？他直接呛美国人的汗水、创意跟辛劳打造了这个委内瑞拉石油的这个盛世结果就因为你之前前总统这个查韦兹一声令下，导致全部收为国有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美国财富的一个窃盗案所以换句话说，他们什么？你们这个是恐怖主义。他说什么？石油是我们的。
对你们委内瑞拉是把我的石油把它偷走了，你们是窃盗。是，所以现在16日，这个福华世界这个媒体直接报道什么？川普想持续炸船，直到马杜罗喊出投降为止。哎，哇塞！你现在来看一下，Donald Trump 的他的，你知道我们都知道很重要的话，我们要说3遍。就你知道他在通篇的一个声明里面，oil 讲了几遍？6遍。来，我们往前推，我们看一下，我们特别用红框把它全部都1、2、3、4、5，至少讲5到6次，都是有。这代表什么？非常重要。他甚至直接讲啊，他说直到他们把过去从美国偷走这些石油、土地跟其他资产全数归还为止啊。他就说，这个马杜罗政权利用这些偷来的石油啊，资助毒品、恐怖活动、人口贩卖跟谋杀，还有绑架。所以啊，我们美国政府已经正式把这个委内瑞拉政权列为是外国的恐怖组织哦。我们不会容许任何敌对政权侵占我们的石油、土地跟资产，然后要马上归还给美国政府。我跟你讲啦，其实照着川普没有讲出口的话，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都知道，未来的 AI 的世界里面，其实啊，之前黄仁勋曾经讲过，说，未来这个 AI 世界等于是有点像千层派，你一层一层一层，你要堆叠上去，你才有办法在 AI 世界里面领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语权，包括什么？包括你的基础建设，包括什么？包括你便宜的能源，包括你的 AI 这相关的城市应用设计这个部分。但在这个5层的一个架构里面，美国啊，光是能源跟基础建设就输了中国。对，所以为什么川普要去觊觎这个委内瑞拉庞大的原油、庞大的一个油田的蕴藏量？是不是就希望把别人家的没有开采的这个油，如果美国是我的委内瑞拉、南美是我中南美是我的后花园，一旦我可以取得的话，我是不是就有便宜的能源？我就满手的能源。我满手的能源，我未来美国在 AI 这一场战役里面，我是不是更有机会打败中国？所以这是一个全面战的一个概念啊。那现在啊，大家就在开始讲。为什么川普直接说要等到马杜罗投降为止？你看一下，委内瑞拉在1976年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是把这些美商全部都找来开采，共同开采这个油田。2007年，这个查韦斯把它收归为国有。这一场2007年这一个收归国有行动，2014年那个美国的这一些刚提到的啊，雪佛龙跟埃克斯美孚直接都打国际诉讼。国际诉讼之后呢，结果呢，好，2019年判赔委内瑞拉赔16亿美元。我损失上百亿，结果16亿才判赔一个16亿美元。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